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央行抛售黄金的新闻总被空头拿来带风向，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根据高盛最新研究指出，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各国央行及投资者将逐渐分散资产的配置，从传统的美元体系移出，转进黄金市场分散布局。然而，即使我们知道黄金处在长期牛市当中，金价也不可能一路长红，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伴随各种市场杂音以及主力的洗盘动作。最近市场就出现过去大举买入黄金的土耳其和俄罗斯央行开始大举抛售黄金的新闻。这个消息一出，立刻被不少看空黄金的媒体大做文章，大幅报道连央行都开始带头抛售黄金了，代表央行购买黄金的趋势已经反转。这类恐慌性的言论，相信让不少感到恐惧或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散户在信心动摇中抛出自己手里珍贵的黄金筹码。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专业机构来帮助厘清事实的真相。日本市场策略研究所就对土耳其央行抛售黄金的行为进行精准的专业解读，明确指出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出售这两个字给误导。土耳其央行这一次的动作，绝大多数其实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承诺会回购黄金的货币互换交易。为何土耳其央行要这样操作？因为土耳其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近期国际油价走高，导致土耳其的贸易逆差扩大，进而引发本国货币里拉的大幅贬值冲击。土耳其央行为了避免本国货币持续贬值，稳定国内岌岌可危的金融秩序，必须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因此，他们选择将手中高流动性、高信用的黄金作为抵押品，透过货币互换的方式换取短期大量资金来进行外汇护盘。这不是真正的出手，更不代表全球央行买入黄金的整体趋势发生任何转变。这就像是一个家底深厚的大地主，因为短时间内需要一大笔现金周转，于是把金条抵押给当铺，换取流动性资金，等之后资金回笼后，就会去当铺把金条赎回。这与因为对黄金前景失去信心而清仓抛售，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接着来看俄罗斯大举抛售黄金的背后原因。俄乌战争已超过4年，不仅战事焦灼，也对经济造成极大的打击。俄罗斯今年第一季的 GDP 萎缩 0.3%， 这是3年来首度出现负成长，市场对该国的经济前景普遍感到悲观。然而，在预算入不敷出、财政缺口持续扩大、危及国家财政运作的关键时刻，俄罗斯为了缓解赤字并稳住卢布汇率，不得已出清国家福利基金所储备的黄金，并透过抛售黄金换来的流动资金，对冲卢布交易以及整体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冲击。俄罗斯的抛售黄金举动，代表出自国家紧急财政需求，为了换取急需的流动资金，而非对黄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失去信心。这次事件恰好印证，当遭到国际制裁、海外资产被冻结的极端情况下，最后只有黄金是国际认可的资产，再次证明黄金不可取代的国家战略地位。这个现象也让全球其他国家的央行更加看清现实，进而大举加速布局并扩大黄金储备。近期渣打预估未来12个月金价有望再战$5500，
认为黄金现在仍处于结构性上涨格局，受惠于各央行的持续增持以及长期分散配置以减少对美国资产的依赖等两因素。虽然殖利率的上升触发短期内机构的平仓，但黄金背后的基本需求仍然极为强劲。当偶尔出现的机构投资者抛售，将会被国家官方的强劲需求给完全抵消。随着未来地缘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或出现新常态，这些结构性因素将会推动金价的涨势。缺乏价值投资理念的一般投资人，看到近期黄金的横盘震荡格局，容易感到恐慌，以为黄金牛市已经结束而停损出场。然而，当短线投机资金在恐慌抛售时，全球央行却逆势趁金价回荡时大举逢低加码买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公布今年第一季数据，全球央行的黄金需求不但没有因为价格震荡而减少，反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总购买量达到243公吨。这就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各国央行却在进行大规模的资产大搬风？究竟看到什么即将发生的系统性危机？由于中东地缘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引发全球对通膨风险卷土重来的担忧。这种担忧直接导致美国联准会降息的时程被大幅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债殖利率持续走高。对于短线的投资者来说，黄金不产生利息，当美元无风险回报率变得高昂时，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因此，追求短线绩效的对冲基金和外汇交易商便开始选择抛售黄金，将资金转移到高殖利率的固定收益资产中。然而，股神巴菲特曾提醒我们，市场在短期内是一台投票机，但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短期的价格走势往往由市场情绪所主导，但长期的趋势必然是由基本面和供需结构所决定。每当金价因为短期利空而出现回荡时，都成为全球央行进场抄底的时机。在2025年整年当中，全球央行的黄金需求已经占整体黄金市场总需求的 17%， 成为推动金价一路创高的主力。而进入2026年，这个去美元化的趋势不但没有停歇，反而呈现出全面蔓延与加速的态势。在这场大举增持黄金、努力降低对美国资产依赖的无声战役中，中国无疑扮演最为瞩目的主力角色。根据中国央行今年5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份，中国央行已经写下连续18个月买入黄金的历史记录。特别是在4月份，单月就大举购入约8公吨的黄金，创下2024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购买规模。中国央行这种长期有计划的战略物资配置，绝不是为了赚取短线差价，而是有其深远的国际宏观战略考量。然而，这也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全球央行都在集体采取行动。例如波兰央行在2025年时就已经是央行中买入黄金数量最多的冠军，而进入2026年之后，波兰仍继续加速购买，在今年3月份更是创下单月大买11公吨的历史新高纪录。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购金步伐也在加快，乌兹别克央行在3月买入9公吨，哈萨克央行也在同一个月入手6公吨。为何这些新兴市场国家
会形成购买黄金的共识？答案就是他们都在加速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配置，寻求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这个历史性大转折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西方国家采取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手段，直接冻结俄罗斯海外高达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场金融资产冻结给全球央行敲响警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金融界都奉行一个教条，那就是美国国债是全球最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各国央行辛苦将赚来的外汇拿去购买美债，或存放在以美元为主导的西方银行系统当中。然而，俄罗斯资产一息被冻结的事实，让各国央行突然清醒意识到，原来存放在别人手里的美元和美债，在关键时刻是会被当成金融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所以，只要你持有的资产是某些大国的货币或债券，你就必须承受巨大的对手方风险和政治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黄金的实质价值便被重新推上历史王位。随着全球投资者对黄金市场的了解不断加深，全球各类金融工具对黄金的采用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如果各国央行想要寻找一种可以完美替代美元，且不具有任何政治对手方风险的避险资产，黄金是全人类社会中的唯一首选。然而，现在市场上也有不少人在吹捧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认为它们是数位黄金，可以取代传统的实体资产。但站在各国央行的立场来看，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新型投机工具，固然有其市场的存在价值，但绝对无法取代黄金的结构性信誉。因为黄金与一般的法定货币或虚拟货币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人类完全无法凭空发行，也无法透过电脑演算法任意更改数量的无国籍货币。因为地球上的黄金总储量非常有限，开采成本极其高昂，这让它天然就具有易于长期保持资产价值，且无法被任何单一政府透过印钞机去稀释的硬资产。现在的美元与美国资产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信用危机。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借新还旧的举债与印钞行为，本质上就是在稀释全球所有美元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因此，持有庞大美元和美债的各国央行将成为无形的受害者。当一个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因为过度举债而受到质疑，甚至资产开始被政治化及武器化时，对于其他国家央行而言，持有这类资产的安全边际就已经大打折扣。此时买入黄金，虽然不会产生利息，但却能提供最为坚固的本金保护。在历史的宏观长河中，黄金正是确保国家资产不会一夕之间因为金融风暴或政治制裁而归零的终极资产。事实上，必须客观承认，黄金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完美的避险资产，在短期内确实会受到美债值利率及美元的强弱而出现剧烈的价格震荡。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到半个世纪来看，在过去长达50年的岁月里，黄金每年的平均回报率大约落在 8%。 这意味从长远来看，黄金不仅能够提供高于通膨的回报，甚至在许多历史周期当中，它的增值表现不输给主流固定收益资产。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走势证明，
在法定货币不断贬值的世界里，黄金是一项优秀且具有结构性信誉的财富守护者。最后总结一下，从土耳其和俄罗斯央行抛售黄金的举动来看，再次证明黄金作为国家终极流动性防线的至高地位。因此，黄金未来的长期看涨逻辑就变得无比清晰。然而，这不代表我们要盲目将所有资金全部买入黄金，而是应该要在资产中配置3%至5%的黄金或黄金 ETF 作为避险资产，跟随央行的脚步进行资产配置优化，以落实风险防御思维与安全边际意识。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